各位好，欢迎大家回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的半决赛。我们的比赛仍然继续，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真的在我们的节目里走出校门，走入社会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李玟。李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玟。然后呢，对我是一个学生，然后今年毕业了。往年年年都在网上看大家说，找工作好难，今年有点感觉到了，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找工作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就听过一句教学：找工作跟老板谈，就没了。现在这个求职本身开始的就非常早，现在都是秋招，提前1年就开始了。我真的有点理解不了为什么要这么早开始，朋友们。以现在这个大环境，1年过后，这公司都不一定在，搞不好我还没去报道呢，公司爆雷了。去之前以为去了个大集团，到了发现恒大集团。现在这个求职的流程本来就很长，以前投完简历就面试了，现在面试之前还要做测评。有人做过测评对吧？太多测评了，逻辑测评、智力测评、商业认知测评、心理测评，就感觉那个公司啊，他要你逻辑高、智力高，还要有商业头脑，心理还要健康。什么工作需要这么多能力啊？美国总统都不需要这么多能力。特朗普就没有逻辑，拜登没有智力。肯尼迪最后甚至没有头脑，太地狱了。很难得啊，朋友们，这个段子可以在中国讲，不能在美国讲。这个所有测评里面最讨厌的是那个心理测评，朋友们，它包装的多好听啊，叫心理测评，本质上就是测你有没有精神病，有没有什么精神分裂症、妄想症之类的。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。我还在那揣摩出题人的意图呢。那个题目问你，他说你是否经常觉得自己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？我以为这是一种工作能力，选了个比较符合。我本来是想选非常符合，但我想了一下，我说老板应该也有见不得人的事儿吧？我甚至幻想过，我甚至设想过，老板到时候面试的问我，他说：“同学，你能看见什么？”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啊，我说活儿。好不容易通过测评了也不简单。你去面试，现在什么岗位都要你有实习经验，朋友们。导致大家都去卷实习，现在实习也要实习经验了。我之前去面试一个大厂的实习生，我跟那个 HR 聊得特别开心，聊到最后他说，可是你没有实习经验啊。我说对啊。因为我是来实习的呀，他说对啊，那你要先去别的地方实习啊，这也太荒谬了。这种感觉就是你去那个餐厅吃饭，老板说，我们这儿空腹不让吃饭。后来甚至我去到一些小公司问一些更荒谬的问题，有些小公司他会问你属相、星座、血型，有人遇到过吗？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公司符合标准的候选人太多了，多到他已经可以上玄学来筛人了。我第一次被那个 HR 问血型的时候，我都害怕呀。我说你们公司是真需要新鲜血液啊？我知道资本家吸血，没想到吸的是我的 B 型血。HR 跟我说，有科学研究表明了，A 型血的人细心。B 型血的人粗心，所以我们不要 B 型血，这也太荒谬了。朋友们，照他这个说法，这个公司就只有 A 型血，蚊子来了都得营养不良。但其实我知道你的这个面试也不会真的说查你的血型，对吧？他就是一问，但我也不敢真的把血型改成 A 去投递这个公司，我怕哪天老板真的不行了，要我输血。我只能说，哎呦，对不起，当时我把血型给填错了，都怪我太粗心啦。我觉得现在开始问这种问题，让我有种感觉，就是找工作这个事儿有点靠运气了。我已经不相信能力了，朋友们。我现在觉得那些找到工作的人都是凭运气。我现在看不上那些人。
我现在谁也看不上，我连诸葛亮都看不上。我觉得诸葛亮也就是赶上了当年大环境好，东汉末年大环境太好了，3家国企在招聘。还有个叫徐庶的给他内推。诸葛亮什么也没有干，朋友们，他什么也没有干，他就坐在家里面 ，boss 上门直聘了。我接受不了，我接受不了，我接受不了。诸葛亮要是活到今天，肯定找不到工作，他肯定找不到工作，他的那个经历太差了，太差。先帝创业未半，中道崩殂了，扫把星。哎，还有个哥哥诸葛瑾在晋对公司，那背调也过不了。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朋友们，他出山的时候就已经27岁了，已经不是应届毕业生了。后来实在找不到工作，我就上网去搜，我想找一点那种经验帖。我一搜更焦虑，你还在找工作呢，已经有人开始晒 offer 了，发那种特别有网感的帖子，说听说小某书的家人们都很会选 offer。你听谁说的？家人们哪有 offer？ 家人们只有 suffer。这个梗需要一点4、6级啊。而且他拿出来选的工作都特别好，没有差的。你在网上一看，拿出来选的竟是我要这个50万年薪在上海的，还是这个40万年薪在老家的？我说什么意思？选一个，另外一个给我呗。感觉他就不是想选，他就是纯炫耀。像一个河神，他从那个河里面飘起来，他说：“我有一把金斧头，还有一把银斧头，我厉害吧？”我转手就把小某书删了。后来真的一直没找到工作。后来我偶然在朋友圈刷到了一个学长，他说他开了一个求职辅导机构，1年赚了200万。我当时很好奇，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哥，你的生意秘诀是什么？赚这么多？”他说：“很简单啊，就是推销课程嘛。没有人买就贩卖焦虑。”这秋招一开始就在网上去发，听说小某书的家人们都很会选 offer。谢谢大家，就讲这儿，拜拜。很好。定了270， 280吧280。李玟锁票倒计时。李玟是应届的硕士，对，化学专业的，对啊。现在找到工作了吗？现在找到工作了，现在在干销售。啊？卖什么啊？卖洗发水。有没有增发的？给我们卢老师用一下啊。这个我知道，心里有数。你想做销售吗？日渐销售。我去面试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。对，我面试的时候都会说我想做销售，但其实是因为化学对口的岗位基本上都没有要我。就是挺困难，就可能很多人以为硕士怎么可能找不到工作，但其实这理工科真的会这样，就是很多工作他不要硕士，只要本科生，因为那个公司他不支付硕士的工资，所以他会觉得你去了不稳定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读硕士呢？哇，你看看这跟面试一样哇。我其实是因为没有想得很清楚吧，我保研了当时。啊，太优秀了。我是觉得确实是很多时候是没有想得很清楚，就当时觉得保研就去读了，然后可能其实有更好的职业规划。这不是你理想的工作。我觉得不算是吧。我最开始因为学了7年化学，我还是想当化学工程师的，但确实那个公司没有要我，我就干销售去了。我觉得因为讲那个找工作的这个脱口秀，其实不是说是一个非常新的。但是我觉得李玟讲的很活，尤其是他在讲诸葛亮那一段的时候，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三国迷，所以我觉得他用这样的一个来举例这个东汉末年的环境，这个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。3个国企在招，对，所以我是觉得特别好玩的。李玟，你现在的同事知道你在说脱口秀？知道，他们已经刷到那个卡单了。刷到了之后，公司对你、同事对你会有一些不一样吗？对，我觉得他们对我收敛了很多。但是李玟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因为你是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节目，而且一路以来他又是一个神奇的存在。
他特别稳。哦，这都到半决赛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我觉得他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一个，他就是说出来一个又没有说感觉特别就是张狂，但是他就是稳扎稳打，一上台观众又特喜欢，一路哎悄没烟的到半决赛了，然后哎，大老师，你跟我们说，觉得哪5位会被淘汰？咱们要是说能算命还干这个吗？对不对？行嘞，我觉得前途无量，特别棒啊！坚持住，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。我们校友团的4灯可都给了，哇塞！那么加上校友团的4灯之后，我们看一下李玟到底能不能悄咪的进决赛？李玟进决赛了，哇！来啊，真的吗？哎，这个真是奇迹，我觉得特稳。我感觉进了，应该是进了。哇！恭喜李玟顺利的晋级决赛，真的！哇！一个新人就这么直接就这么进了哈，就是特别少。你说的太对了，就是悄咪的。无声无息的，好像在每个赛段也没有特别大炸大爆啊，对，但是就这么稳扎稳打，第一次参加节目啊，一路就这么打进决赛了。再次掌声祝贺李玟！祝贺李玟！你就觉得李玟怎么进来了？就是李玟是谁呀？可是李玟就在呢，然后李玟还进总决赛了。他是悄没烟的一个对邪门的就进来了，他是邪门派的啊。现在正在一家外企实习。职场脱口秀到第4轮已经结束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说我是成都人。你知道我们的川渝演员还有谁吗？贾浩啊，大刀啊，大部手啊，大刀，贾浩 ，Echo， 贾浩，马丽，贾浩，李玟。我说是因为今天中午李玟我俩刚直播完，他直播的时候他说他是成都的，我就记住了。你之前知道他是？之前不知道，之前我都不知道。啊！因为我就是每次都是在一个可能比较中间，甚至有些时候在比较后面的地方晋级，哪怕是能够每次擦线晋级就晋级，我觉得那也是一种进步。然后我觉得，能够最后能够走到这里，然后让大家觉得，哦，这个人怎么悄悄地走到这里来了？其实我觉得悄陌生的。就是他不可能每一轮都侥幸晋级，他肯定这个人就是非常厉害。因为你们看过李玟线下的时候，他线下是非常非常炸的，他的模仿能力、表演能力、控场能力，只是因为他学生的这个身份，让大家忽略了这一点。就其实人家是在剧场里也摔打了很多年，包括李玟，就他的外形足够的清纯，再加上配上他那种成熟的表演。会有一种反差，这种反差会给到观众一些刺激，所以人家就是有东西的，他肯定能晋级，就是厉害。那我觉得也还挺好吧，看大家现在也已经记住我了嘛，我就是那个悄悄。下面这位朋友，大家都夸他观点通透，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曾经有过一些误解，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小利。小李姐加油！你看动作像女将军走，对对，都是这样的啊，带风怎么带风啊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丽。我一直觉得自己普通话很好，这个地方不是笑点。直到前几年我去北京参加一个脱口秀比赛，当时得票不是很高，就有演员过来安慰我。他说：“其实你段子挺好的，就是普通话不好，有些地方观众没听懂。”这个安慰深深的伤害了我，因为普通话好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，在我心里，它是跟我的优雅和智慧牢牢绑定在一起的。
我普通话好，我就是个都市丽人；我普通话不好，我就是个讲川普的中年妇女。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我普通话不好，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不相信他说的话。我怼他，我说你不懂，不要乱说，我段子哪里好了？其实以前也有朋友说过我普通话不好，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的，没想到他又说了几次，我就有点警惕了。我心想，这种不好笑的玩笑为什么要一直开？然后我就推断他应该是喜欢我。想引起我的注意，但这个人他是有老婆的呀，我就觉得他人品不行。我想跟他说出轨是不对的，但是我又不想跟他撕破脸，所以有一次他又说，他说你普通话不好，我说你老婆挺好的呀，然后他就愣住了。我心想点到位了，他应该已经开始反思了。我其实不是盲目自信，我以前去广西的时候，别人都说我普通话很好，他们还问我是不是北京人。我还有普通话等级认证证书，不是买的，我自己考的，没有人会买2级乙等。直到去湖南卫视做一个综艺节目的编剧，那个节目是汪涵主持的，就有个环节是让编剧上台点评，因为节目在录嘛，所以我就用我觉得最标准的普通话，我说杜丽娘是一个标准的悲剧人物。汪涵说杜丽娘，然后全场观众就笑了。我当时都愣了，我心想他刚刚说话是不是有口音啊？他是不是在模仿我的口音啊？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的普通话是真的不好，因为我相信汪涵的职业素养，他就算是再喜欢我，也不会在录节目的时候跟我开这种玩笑嘛。那我普通话不好，我还能当都市丽人吗？还是说讲川普就只能当成都市丽人？但都市丽人是我的理想啊！那时候从电视上看到都市丽人忙碌、优秀、走路带风，我印象中最深的画面就是有人约他吃饭，他会说我要回去查一下我的 schedule。我要回去查一下我的 schedule。这话是用标准的普通话说的，所以我一直以为都市丽人的重点是普通话，现在才知道搞错重点了。真正的都市丽人要有一个满满当当的 schedule。而我太闲了，别人约我吃饭，我不用看 schedule 也知道我那天有空，第二天也有空，接下来的时间都有空。为了填满我的 schedule，我甚至去报了一个时间管理的课程。时间管理的第一步就是要把事情分为重要、紧急、重要不紧急、紧急不重要、不紧急也不重要4个类别。我都没有4件事儿。我问老师，我说那吃饭算哪一类？老师说分类前应该先把吃饭、睡觉这些事情刨除掉。我心想，那我不是就只剩1件事情了，逛公园？老师说逛公园这种事情不紧急也不重要，建议不要做，也可以花钱雇人做。原来我只要有钱，我就可以不用亲自逛公园了。可惜我没有，只好浪费时间自己逛。有个一起上课的朋友跟我说，他本来已经很忙了，没想到学了这个课之后，又能挤出1个小时时间来学习。我心想，我一天就工作1个小时，要是再挤出1个小时，那我不是24小时都没事干了吗？
还问我，他说你有那么多时间，那你为什么不学英文呢？为什么不练瑜伽呢？为什么不提升自己呢？这些问题问得很好，我赶紧把它们写进了我的 schedule， 然后花时间慢慢想。想了很久之后，我发现我只是想像电视里的都市丽人一样，看起来很忙，但不想真的做事儿。所以我不是真的想当都市丽人。我跟朋友说，我说我不想再当都市丽人了。我朋友说啊 ，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什么东西啊？我说我一直在当都市丽人，你没发现吗？他说完全没有啊。我又问了几个朋友，发现没有人发现我在当都市丽人。他们还问我为什么要悄悄当。我说我没有悄悄当，算了，我不当了。从今以后，我要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。没事干的时候我就发呆，想浪费时间我就浪费时间，想怎么说话我就怎么说话。牛奶奶找牛奶来买榴莲牛奶。我朋友说没有人可以活得这么自由。我说真的吗？我不信。肯定有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做到了，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。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记吧。有一次我的小侄儿问我，他说小姨你为什么不结婚呢？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，但我从来没有认真的回答过。但是他只有5岁，我觉得我的答案可能会影响他的爱情观、婚姻观，甚至人生观。我觉得我应该认真的回答他的问题，用他听得懂的方式。所以我跟他说，我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女巫，她说着一口2级1等水平的普通话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饿了就要吃。她爱思考，有主见，与众不同，并且用副乳换回了梦马象。从此以后，她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直到有一天来了个小男孩，小男孩问她说：女巫女巫，你为什么不结婚呢？然后女巫就把她变成了一只蛤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丽。好东西，好真好。冠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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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冠军！来，各位，小丽的锁票倒计时。再次掌声送给王小丽。小丽，那上了这个节目，现在有 schedule 了？有 schedule 了，有 schedule， 忙得很，忙得很。上了这个节目，有了 schedule 以后，什么感受？就是觉得很累，就是就感觉好像我跟这个节目的关系就像那种糟糕的情侣一样，就是分开又觉得舍不得，在一起又累。小丽这次的表演，好像因为这已经到了半决赛了，而且大家都喊冠军嘞，真的。而且听小丽每回都感觉大家都想成为小丽这样的人，是吧？就是那种她心中有一种特别，这叫都是丽人，哇，太棒了。然后都是丽人，都是丽人，就感觉这个世界想到小丽，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多了一份美好，特别棒。希望小丽，哎，冠军了，您要是冠军了。大佬说的特别好，刚才全场都在喊啊，我就想请问一下，小丽在你的设定里面有没有拿冠军？我自己吗？啊，我还是就是要根据现实情况来。没有，你把你的 schedule 改一改，8月29号拿冠军那天，那天主决赛啊。刚刚大老师说，每次听小丽姐讲的内容，会是一种特别美好的啊。我觉得她的这种美好，其实可能是帮我们解开了某一种束缚。对，另外一个，作为一个四川人，我觉得对于普通话这一点，我从小我们就有一句话叫“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”。
就我从小就听这句话的，而且我们有一些话其实跟普通话的那个意思其实是会有点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们说怂，这个娃娃好怂哦，是什么意思？北京话怂就特别胆小、懦弱，对，懦弱。但是我们的那个意思是这个人很嘴馋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没事儿，春春说的都是对的。不对吗？难道不是这样吗？难道这是我妈骗了我的？我们一直这么说呀。啊，不是吗？难道我回去要问问我妈了？我们老家可能跟春春老家可能不一样，就是因为四川也有很多在方言里面的分支，对分支，对。那我那个话等于说是不是青羊区的话呀？我也在青羊区。可能街道不一样，我觉得。街道不一样，对。刚才你提到都市丽人的你几个点的时候，其中一个是走路带风。对。他上台就是哈。对，你刚才从那边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是每一场，我只是没逮着机会说。今天想说一下，你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是像一个将军。他每次出来的时候，虽然这屋里的风没变，但他就是走路带风的，衣服下摆也是飞起来的。所以我刚才还跟大老师说：“快看，快看！”是，真的这样，一点没有夸张，真的非常离谱。然后离谱，就那个酷的劲儿。对，就是小丽，好像就每次说他在道理的时候都倍儿坚定，特别坚定。风吹过来到他面前停了，我就这么想的啊！我不管这个世界风怎么吹，我是听着特别的激动，甚至我有一点点想掉泪的感觉。然后他讲的我特别的感动，因为他讲到一个女巫的意象是从小到大我们认为女巫是坏的，直到我听过3个好女巫，我们听到过萨勒姆女巫的故事，那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在抓女巫的莫须有的一个故事。然后后来看魔法坏女巫，然后到你这个讲到女巫的意象，我想天哪，就是完全可以合到我们小时候听到一句话叫所谓好女孩上天堂，坏女孩打引号的走四方。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走四方的那个女巫，像小丽一样。我还要谢谢一下那个编剧王子涵，他帮我改了一下这个。然后他说：“那你是女巫，你就有魔法，你可以把它变成一只蛤蟆。”所以特别感谢他帮我改了一下这个。谢谢。您的专场是不是也叫女巫？对，专场叫女巫。因为当时我发现都市丽人这个身份我当不了之后，我就想找一个新的身份认同。我也想，我想女王我肯定是当不了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能靠别人，坚决不靠自己。女神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女神那么精致。然后我最后就想了一下，那就先当女巫吧，因为女巫有很大的空间。可以去自由的探索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想完成一些什么事情？然后，所以当我做那个专场之后，我就在想，其实女巫在我的定义里面，就是你不按照社会期待的活着，也能活得很自在，那就是女巫。对，这就是我自己给她的一个定义。很多人会说，哦，她就是天选之女，她的家庭太特别了。但好像还不仅仅是来自家庭的支撑，就他是个很特殊的一个人，但我希望他这种特殊能够变成更多的，变成某种共性。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像他一样，出场设置就是如此。哇，对我认知好清晰啊！超级好，女巫哇，把你变成一个蛤蟆，就只记得在台上出现的时候，我非常快乐。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像个女巫一样催眠了我。刘奶奶喝牛奶，就是那个。我那天去吃饭的时候，然后碰到小丽姐跟她的内容导演，小丽也说：“哎呀，不想改呀，不想试了，太晚了，我得休息，好好照顾自己是最好的。”然后这就炸了，我是觉得真的很天才，女巫。我怀疑她是有一些神秘的配方，然后兑了一些神秘的药水。因为我也是没有去遵循家庭的一些规训。想办法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支持周围的女性，
是我们谁不是女巫呢？太棒了，小丽是一个场场让人惊喜的脱口秀演员。对，而且特别充满希望，对一些啊。校友团的4灯全都给了，必须的。在大家满场都在喊着冠军冠军之后，王小利会获得多少支持？很满意，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跟观众的那种连接。293。292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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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太棒了！我法292的高票，祝贺王小利晋级总决赛。目前本场冠军了，目前最高，今天本场冠军啊！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都这么开心。